有钱人，没钱人。一，谢小北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，因为他很高，所以他不喜欢小房子。但是他只能住在小房子里，因为他没有钱。他在一个公司工作，每个月有3000块钱。他喜欢每个月用2800块钱吃饭，还有200块钱他不用。1个月200块钱，10个月就有2000块钱。等到有2000块钱的时候，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。因为每到那个时候，他就会穿上他最好的衣服，用这2000块钱去最好的饭店，和有钱人坐在一起，吃最贵的东西。那个时候，他觉得他就是有钱人。那个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。等了10个月，谢小北有了2000块钱。这天晚上，他穿上他最贵的衣服，要去最好的饭店吃饭。谢小北走在路上，他觉得他就是有钱人，他很快乐。他走到饭店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孩摔倒了。未完待续。有钱人，没钱人。2，谢小北问女孩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女孩说：“我很好，谢谢。”要不要我叫出租车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女孩想走路，但是她不能走路了。谢小北看着那个女孩，虽然她穿着饭店服务员的衣服，不是贵的衣服，但是很漂亮。谢小北很想和她一起吃饭。他说：“我觉得你可能要休息一下。”我想是的，女孩说。我现在要去吃饭，一个人吃饭没意思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休息一下，吃完饭后，你可能就能走路了。谢小北说。女孩看了看谢小北，但是我不认识你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叫谢小北，现在你知道我的名字，我们认识了。谢小北笑着说。但是这个饭店看起来很贵。没关系，我有钱。谢小北还是笑着说。但是我这衣服和这饭店太不……谢小北没等女孩说完，就说：“我觉得你穿着这衣服是这个饭店里
最漂亮的女孩。”女孩笑了，说：“好吧，我现在不能走路，那就和你一起去吃饭吧。谢先生，你好，我叫小舒。”未完待续。有钱人，没钱人3。谢小北和小舒一起在饭店里吃饭，他们说了很多话，他们都很高兴。谢先生，晚饭很好吃，谢谢你。能和我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小舒问。谢小北笑了，说：“工作，我的工作就是玩，每天跳舞、游泳，就是我的工作。”你没有工作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些有意思的工作。小舒问。我没时间工作，你想想，我今天要去这个朋友家跳舞，明天要去那个朋友家游泳，晚上我要穿上好看的衣服，和朋友们去那些最贵的饭店吃饭。我没有时间工作。这样啊，你不觉得每天只是玩，很没意思吗？小舒问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每天都能跳舞、游泳，去最好的饭店吃饭，真的太快乐了。谢小北说。谢小北和小舒还说了很多话。吃完饭后，小舒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谢先生。我好多了，能走路了。我现在要回家了。”好，要不要我叫出租车？谢小北问。不用了，谢谢，再见。小舒说完走了。未完待续。有钱人，没钱人4。谢小北回到他的小房子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很长时间后，他说：“多好的女孩啊！看她的衣服，可能是饭店的服务员吧。我为什么不说我真的工作？”我和他说我真的工作，我和他说我在一个公司工作，我不是有钱人。可能那样我们就能……但是在那样贵的饭店吃饭，大家都是有钱人，我不能说我真的工作，不是吗？小舒回到家，他住在一个大房子里。他的姐姐看到他，说：“你吃饭了吗？你出去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吃完饭了。”我吃了，因为我摔倒了，所以我在饭店里坐了一会儿。小舒说。姐姐看了看小舒的衣服，问：“
你有很多贵的、好看的衣服，你为什么不穿？今天我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出去，大家都觉得我是服务员，我觉得很快乐。小叔说。姐姐笑了，说：好，好，好，你喜欢就好。妈妈回来了，她在游泳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她？我不想去，小叔说。未完待续。有钱人，没钱人5。姐姐看到小叔不高兴，问：你看起来不高兴，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小叔不想说。来，坐下来，和我说说吧，说出来你会好一点。姐姐说。小叔坐在姐姐身边，很长时间后，他问姐姐：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？姐姐想了想，说：我们家很有钱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名字。我觉得爸爸妈妈会想我们和有钱人在一起吧。但我能爱上一个那样的人吗？小叔很不高兴。那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？姐姐问。我可能会爱上一个人，他高高的，对有钱人很好，对没钱人很好，对谁都很好。他有一个有意思的工作，他不是每天只会玩，不是每天只会去跳舞、游泳。那样的人，他没有钱，我还是会爱他。小叔说。但是我们身边不会有这样的人。姐姐说。是啊，我们身边都是那些每天只会去玩、去跳舞、游泳的人。我不可能爱上那样的人。虽然他很高，对路上没有钱的女孩很好。故事完。